诸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你们越来越不像自己了？我说的不是身体老了，记性差了，我说的是你们的心变了。从前你们在乎的事，现在不在乎了；从前你们放不下的人，现在放下了；从前你们拼了命要争的东西，现在看着都觉得可笑。你们自己也纳闷，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糊涂，恰恰相反，是清醒了。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悲哀，不是没赚到钱，不是没养好孩子，最大的悲哀是活了一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，糊里糊涂来一趟，糊里糊涂走一遭，这不是白活了吗？可是你们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心里头是不是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？晚上躺在床上，突然就会想，我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有时候看着熟悉的房间，看着身边睡了几十年的老伴，突然觉得很陌生，好像这一切都不真实，好像自己在演戏一样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佛门有句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话说给年轻人听，他们当耳旁风，因为他们正做梦做得香呢。可是说给你们听，你们心里头是不是一震？对啊，这几十年过来，不就像做了一场梦吗？我今天要跟诸位讲一件大事，这一世很可能就是你们最后一次来人间了。你们要晓得，轮回不是永远转下去的，佛法讲得很清楚，有些人这一世就是最后生，转完这一圈就不用再来了，该受的苦受完了，该还的债还清了，该了的圆了了，可以回家了。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世呢？有表现，有征兆，这个征兆不是外面的，是你们心里头的变化。我待会儿会一样一样讲给你们听，你们对照对照，符合3条以上的，基本上就8、9不离10了。听完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这些年你们变了，为什么看淡了，为什么不争了，为什么对那些从前在意的事情现在无所谓了？这都不是你们老了没出息了，快要从人间这所学校毕业了，那些世俗的功名利禄自然就看淡了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讲第一个征兆。我先问你们，你们现在还想要什么吗？我不是说你们没欲望了，我是说你们从前拼了命要的那些东西，现在还在意吗？房子大一点小一点重要吗？存款多几万少几万放在心上吗？儿女出不出息，争不争气，你们还跟从前一样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这些事你们现在看着都无所谓了，那就对了。这是第一个征兆，你们的欲望在自然消退。注意啊，我说的是自然消退，不是你们故意压着忍着，那不算，那叫强迫自己，心里头还是想要。我说的是你们真的从心底里不想要了，看着那些东西就像看着别人家的事一样，跟你没关系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从前为了多挣2个钱，跟人家争得脸红脖子粗，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，求爷爷告奶奶，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有面子，打肿脸充胖子。现在呢，这些事还能让你们动心吗？动不了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佛法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，是让你做事不黏着。什么叫不黏着？就是你该做还做，该帮还帮，但是心里头不挂念了，不执着了，做完就放下，不去想结果好不好，别人谢不谢你。你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？儿女来要钱，你给就给了，不给也不给了，心里头没有从前那么纠结了。老伴唠叨几句，你也不跟他计较了，听过就算了，这就是不黏着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你们消极了，是你们的业力在消散。什么叫业力？你们要晓得，人这一辈子做的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动的每一个念头，都会留下痕迹，这个痕迹就叫业。好的念头，好的行为叫善业，坏的念头，坏的行为叫恶业。这些业积累起来，就会牵着你往前走，逼着你去受报应。你们过去世种的因，这辈子受的果，该还的债一分不能少，该受的苦一样躲不掉。可是现在你们快还完了，快受完了，这个账快结清了，所以你们心里头轻松了，不像从前那么重了。就好比你们年轻时候借了钱，每个月要还贷款，心里头压着一块石头，现在贷款还完了，那块石头没了，你们自然就轻松了。我再跟你们讲第二个征兆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前你们动不动就生气计较放不下的那些事，现在居然无所谓了。从前老伴说你一句，你要顶回去3句，孩子不听话，你要生一晚上气，邻居占你点便宜，你心里头记3年。现在呢，这些事还能让你起火吗？起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你们忍着，是真的不在意了。你们心里头会想，算了，不跟他计较了，或者更直接一点，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第二个征兆，你们从业力的模式里解脱出来了。什么叫业力模式？就是你们这辈子一直在重复的那些习气、毛病、反应方式。比如说，有的人一辈子脾气大，动不动就发火；有的人一辈子小气，什么都要计较；有的人一辈子爱操心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。这些都是业力模式，是你们过去世带来的习气。佛法讲12因缘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不再糊涂了，不再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了，那些坏习气自然就没了，你不用刻意去改，它自己就消失了。我给你们讲个真事，几年前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姓张，那一年她73岁。这个老太太啊，一辈子要强，什么事都要争个输赢。她有3个儿女，2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都成家立业了。老太太跟老伴有一套房子在市中心，值不少钱。按理说这个年纪了，该享清福了吧？可这老太太偏偏不行，她天天琢磨这房子将来给谁，怎么分。大儿子说，我照顾你们多，应该多分点。小儿子说，我没结婚的时候你们对我不好，现在凭什么要我少分？女儿在一边说，我是女儿，按老规矩就不该分。老太太被他们吵得头都大了，心里头那个气啊，她想，我辛辛苦苦养大你们，现在为了这点财产就翻脸。她越想越气，越气越委屈，最后决定这房子一个都不给，全部捐出去。儿女一听急了，跑来求她，哭的哭，闹的闹。老太太更生气了，说，你们再闹，我现在就去律师那里立遗嘱。儿女们没办法，只好去找律师，说要打官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太太突然病倒了，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可是病得很重，在床上躺了半个月。这半个月里，她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就是想，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为了养活这3个孩子，吃了多少苦，想起老伴身体不好，自己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多不容易。她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可是哭着哭着，她突然就笑了。她想通了一件事，我要这房子干什么？我能带走吗？我死了以后，这房子是谁的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跟孩子们闹翻？为了这个把自己气成这样？他想起一句话，不知道是哪里听来的带不走的东西，争什么呢？病好了以后，他把3个孩子叫来，说这房子给老2，你们谁也不许有意见。老大老3一听就急了，说妈，这不公平啊。老太太摆摆手说，没什么公平不公平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们要是不服气，以后别来看我了。儿女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。后来老太太跟老伴搬去了养老院，儿女们都觉得奇怪，问他，妈，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老太太笑着说，我活了70多年，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带不走的，我还剩几年活头，何必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跟你们闹得不愉快呢？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这位老太太的转变就是我刚才讲的2个征兆。从前她执着房子，执着公平，执着儿女对她的态度，这些都是欲望。现在她放下了，不是别人劝她放下的，是她自己看透了，自然就放下了。从前她动不动就生气，跟儿女计较，这是业力模式。现在她不计较了，不是忍着，是真的不在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业快还完了，他该受的苦受够了，这一世的功课做完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？从前在意的事，现在不在意了；从前放不下的人，现在放下了。这不是你们老了，是你们清醒了，是你们快毕业了。老子讲过，少私寡欲，就是说欲望少了，私心少了，人才能清净。易经里头也讲，剥卦到了极致就是复卦，剥尽则复，物极必反。你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阶段，该剥的剥尽了，该复的要复了。这个道理很简单。你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快毕业那一年，还会为了考试成绩斤斤计较吗？不会了，因为你知道快要离开了，这些分数已经不重要了。现在你们也是一样，快要从人间这所学校毕业了，那些世俗的功名利禄自然就看淡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们现在欲望淡了，不跟人计较了，这不是没出息，是有出息了，不是老糊涂了，是老清醒了。你们对照这2条，你们符合吗？如果符合，那你们就往下听。我还有更多的征兆要讲给你们听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征兆可能会让你们吓一跳，但是你们别怕，听我慢慢讲。第3个征兆，你们现在还怕死吗？别急着回答，你们先想一想。年轻人怕死，这是天性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没做完，还有很多路没走完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这个年纪，按理说应该更怕死才对呀，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死亡离你们越来越近了。但是你们仔细想想，你们现在真的怕死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发现自己不怕了，或者说没有从前那么怕了，那就对了。这是第3个征兆。注意啊，我说的不是麻木，不是认命，不是破罐子破摔，我说的是一种很平静的态度。你们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走，但是你们心里头没有恐慌，没有不甘心，就是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。就好像你们晚上睡觉一样，躺下去，闭上眼睛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，醒来又是新的一天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晚上睡觉怕不怕？不怕吧？为什么不怕？因为你们知道睡着了还会醒来。死亡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就是睡着了，只不过醒来的地方不一样罢了。佛法讲无常观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就像春夏秋冬4季轮转一样，花开了会谢，叶绿了会黄，人生了会老，
老了会死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该来的总会来，该走的总会走，这是天道，是法则，谁也逃不掉。可是你们要晓得，一般人为什么怕死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死了以后去哪里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我，不知道会不会就此消失。这个不知道就是恐惧的根源。但是最后一世的人不一样，你们虽然说不清楚，但是你们心里头隐隐约约知道，死亡不是结束，是另一个开始。就好像你们换衣服一样，旧衣服脱下来了，换件新衣服继续穿，这个肉身用旧了，用坏了，丢掉就丢掉了。真正的你，不生不灭的那个你还在。我再跟你们讲第4个征兆，这个征兆更微妙，你们仔细体会。你们现在还把自己当成某某某吗？还是说你们觉得这个名字这个身份都是暂时的，都是假的？什么意思呢？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叫了一辈子的名字，是谁给你们起的父母？这个姓是哪里来的？祖宗传下来的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都不是你们自己选的，都是别人给你们安上去的。就好比你们去演戏，导演给你一个角色，说你叫张三，你就叫张三；说你是地主，你就演地主。可是戏演完了，你脱下戏服，你还是张三吗？你还是地主吗？不是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佛法讲得很清楚。《金刚经》里头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什么叫无我相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。你们小时候是你们，青年时候是你们，现在老了还是你们吗？哪个才是真的你们？你们仔细想想，是不是有时候会恍惚，觉得这一切都像在做梦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会突然想，这是我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或者看着家里的摆设，看着身边的人，突然觉得很陌生，好像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，好像你只是在旁边看着，不是真的在里头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这就是第4个征兆，你们开始超越自己的身份了。你们不再把自己当成某个固定的人，不再把这个名字这个身份当真了。你们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演戏用的道具，戏演完了，道具就要还回去了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你们可能听说过，叫李叔同。出家以后法号弘一，这个人啊，前半生是民国时期最风流的才子。他家里有钱，从小就是少爷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词歌赋样样在行。他办过报纸，演过话剧，教过音乐，画过油画，写的字更是一绝。他还娶了日本太太，名气大得不得了，文人雅士都以认识他为荣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39岁那年突然出家了。你们想想看，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家里有钱，外头有名，太太贤惠，学生成群，这样的日子多好啊！可他说不要就不要了，全都放下了。他出家以后，把从前的一切都断干净了，不见太太，不见朋友，不写字，不作画，每天只吃一餐，穿最破的衣服，住最简陋的房间。有人去看他，他也不多说话，就是念佛，就是持戒。他的学生去看他，问他，老师，您为什么要出家？您过得那么好，为什么要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？他说了4个字，我要回家。学生不懂，说您的家不是在城镇吗？他摇摇头说，那不是家，那是旅馆，住几天就要走的，我现在要回真正的家。后来他活到63岁，1942年10月13日，他圆寂前3天，用最后的力气写了4个字，悲心交集。什么叫悲心交集？悲的是什么？心的又是什么？
背的是众生还在苦海里头，还在迷梦里头，还在为了那些假的东西争来抢去，生生死死轮回不息。他很悲悯，很心痛。心的是什么呢？心的是他自己终于要回家了，终于要解脱了。这一世的功课做完了，不用再来了。他圆寂的时候又累而卧，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入灭的姿势一模一样，脸上很安详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后来火化得了1800多颗舍利子。你们知道舍利子是什么吗？那是修行圆满的证明，是真功夫的证明。一般的和尚能有几颗舍利子就不得了了，他一下子出了1800多颗。你们想想看，他为什么从来不怕死？为什么能在临死前那么欢喜？因为他知道这个肉身只是他暂时住的房子，真正的他不生不灭的那个他一直都在。他知道他演了39年的李叔同这个角色演够了，现在要卸妆了，要回后台了。他还知道他当了24年的弘一法师，这个角色也快演完了。这些都只是身份，都只是名字，都不是真正的他。真正的他从来没有生过，也从来不会死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2个征兆，对死亡不恐惧了。是因为你们知道死亡只是换个地方继续走，对自己的身份不执着了。是因为你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暂时的。庄子讲过齐物论，说生死如一，昼夜如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生和死没有区别，就像白天和黑天没有区别一样，都是自然的循环。你们白天醒着，晚上睡着，第二天又醒来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生死也是一样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转来转去，直到有一天不转了，回家了。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？觉得这一生就像在看一场电影，你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。有时候你们在戏里头真的当成是自己，有时候你们又跳出来看着自己在那里演，心里头很清楚这只是一场戏。这种感觉对不对？如果对，那你们就是快毕业的人了。你们要晓得，这不是消极厌世，不是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管了，恰恰相反，这是真正的解脱。什么叫解脱？就是从对死亡的恐惧里解脱出来，从对身份的执着里解脱出来。你们不用再害怕了，不用再伪装了，不用再把自己当成必须是某个人，必须活成某个样子。你们就是你们，不生不灭的那个你们。这个肉身会老会死，但你们不会。这个名字会被人忘记，但你们不会。这才是真相。你们在对照，这2条符合吗？加上前面的2条，你们现在符合几条了？如果已经符合4条了，那你们继续往下听，我还有更多要讲。现在我要讲的这2个征兆可能听起来有点悬，但是你们别急，听我讲完你们就明白了。第5个征兆，你们有没有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切都不真实？我说的不是眼花，不是看不清楚，我说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你们看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，突然觉得陌生；看着用了半辈子的家具，突然觉得假；甚至看着自己的手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都觉得不是自己的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体验？突然间，周围的一切都像是纸糊的，像是假的，随时会消失一样。别害怕，这不是老糊涂了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你们看到真相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这些物质，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，它们是因缘合起来的，就像水面上的泡沫，看着很真实，其实一碰就破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晚上做梦的时候，梦里的山河大地、房屋街道，是不是都很真实？梦里你们有房子，有钱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
跟醒着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可是你们一睁眼醒过来了，那些东西在哪里？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怎么知道现在你们醒着的这一切不是另一场梦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经历的就是从大梦里醒来的过程。这个世界，这些物质，这些你们从前当真的东西，其实都是梦里的幻影。你们活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快要醒了，所以你们开始看出来了，开始觉得不对劲了。这个身体你们从小用到现在，从前觉得这就是你们自己，可是你们想想看，小时候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还是同一个吗？小时候的细胞早就死光了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哪里还是原来那个身体？可是你们还觉得这是我的身体，这不是假的是什么？这个房子你们住了几十年，从前觉得这是我的家，可是你们想想看，这房子是你们的吗？你们死了以后，这房子还在，换个人住进来，它还是原来那个房子，它从来不属于你们，你们只是暂时住一住而已。这些钱你们存了一辈子，从前觉得这是我的财产，可是这些钱能跟你们一起进棺材吗？进不去。你们一闭眼，这些钱就是别人的了，他们从来不属于你们，你们只是暂时保管一下而已。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们的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一切都是假借的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起来的幻象。有个老话说得好，你们年轻时候可能听过，来时赤条条，去时赤条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来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。中间这几十年，不管你们拥有过什么，都只是过眼云烟。我再跟你们讲第6个征兆，这个征兆跟第5个有关系，你们仔细体会，你们是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看着周围的人在那里忙忙碌碌，看着他们为了房子、票子、位置拼命，看着他们为了一点小事吵得面红耳赤，你们心里头很清楚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暂时的。可是你们不好明说，你们看着儿女为了工作加班加点，累得半死，心里头想说，孩子啊，你这么拼命，到头来又能怎么样呢？可是你们不敢说，说了他们也不听，还说你们不理解他们。你们看着老伴为了邻居说了句什么话生半天气，心里头想笑，这有什么好气的？值得吗？可是你们也懒得说了，说了又要吵，不如不说。你们看着电视里那些新闻，什么股市涨了跌了，什么房价高了低了，什么谁谁谁升官了发财了，心里头就像看戏一样，觉得跟你们没关系。这种感觉就像你们站在岸边，看着别人在水里扑腾，在那里拼命挣扎，你们心里头知道那水是假的，那挣扎也是没用的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还在当真。你们想拉他们上来，可是拉不动，因为他们觉得那水是真的，他们还没玩够呢。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，你们对照对照。有的老人家走在街上，看着那些高楼大厦，车水马龙，突然就觉得很虚幻，好像一阵风就能把这一切吹散。他不是眼花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。有的老人家看着儿女在那里为了孩子上什么学校吵架，看着他们急得跳脚，突然就觉得像在看演戏。他心里头很清楚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可是他说不出口，因为他知道儿女听不进去。有的老人家坐在椅子上，看着自己的手，看着这双手上的老人搬青筋，突然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手。他想，这是谁的手？
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是我的吗？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？如果有，那就对了。这不是病，这不是老年痴呆，这是面纱在变薄了。什么叫面纱？就是挡在你们眼前，让你们看不清真相的那层幻觉。从前这层面纱很厚，你们把假的当真的，把梦当成现实。现在你们快要毕业了，这层面纱开始薄了，开始透了，你们开始能看到背后的真相了。心经里头有句话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们的智慧够深的时候，就能看破这个世界，看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，知道它们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你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里，你们看破了物质的虚假，看破了世俗的无常，所以你们越来越像一个旁观者，越来越不愿意参与那些争斗和烦恼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们，因为这是你们最后一世了，不需要再被这些假象骗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快要毕业那一年，还会把考试成绩看得那么重吗？不会了，因为你们知道这些分数只是暂时的，过几个月就没用了。现在你们也是一样，快要从人间这所学校毕业了，那些世俗的得失成败自然就看淡了。庄子讲过一个故事，你们可能听说过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，飞来飞去，很快活。醒来以后，他不知道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，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。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哪个才是真的，哪个才是梦，分不清了。你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你们有时候觉得这一生是真的，有时候又觉得像做梦一样，这就对了，因为你们开始看破了，开始明白了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大梦，所以你们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有毛病，这恰恰说明你们清醒了，说明你们快要从梦里醒来了。你们再想想看，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，突然觉得周围一切都不真实，好像随时会消失。看着热闹的菜市场，突然觉得虚幻；看着儿女忙碌的样子，突然觉得像演戏；看着自己的手，突然觉得陌生。这些都是征兆，都是你们快要毕业的标志。你们要晓得，这不是消极，不是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管了，该做的事还要做，该尽的责任还要尽。只是你们心里头明白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都是过程，不是目的。就像你们演戏，台词要背，动作要做，戏要认真演。可是你们心里头知道，这只是一场戏，演完就散场了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戏里那个人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你们也是一样，该带孙子还带孙子，该做饭还做饭，该跟老伴吵架还吵架。可是你们心里头知道，这只是角色，只是任务，演完就完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解脱，不是逃避，不是不管，是心里头有数，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你们对照对照，这2条符合吗？加上前面讲的4条，现在你们符合几条了？如果符合了6条，那基本上就确定了。但是别急，现在我要讲的这最后几个征兆，可能比前面的更玄妙，但也更重要。你们仔细听，第7个征兆，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个地方，明明是第一次去，却觉得很熟悉？我说的不是听别人讲过，不是在电视上看过，我说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你们一踏进那个地方，就觉得自己来过，甚至知道下一个转角是什么样子，知道那里有棵什么树，有口什么井。或者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？梦里的场景很清晰，有房子，有庭院，有穿着古代衣服的人，醒来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过了几年，你们突然在现实中看到了跟梦里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你们有过吗？如果有，那就对了。这是第7个征兆，你们前世的记忆在渗透过来了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人不是只活一世，是生了死，死了生，转来转去，转了无数次，每一世的经历都藏在你们的阿赖耶识里头。什么叫阿赖耶识？就像一个大仓库，存着你们所有过去世的种子，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习气。平常的时候，这个仓库的门是关着的，你们看不到里头的东西，可是到了最后一世，这个门开始松动了，有些东西会泄露出来，所以你们会觉得某个地方很熟悉，会梦见一些从没见过的场景，会突然想起一些不属于这一世的事情。这不是幻觉，不是胡思乱想，是真的。你们前世确实去过那个地方，确实住过那个房子，确实认识那些人，只不过换了个肉身，换了个名字，你们不记得了。现在时候到了，这些记忆要浮上来了。我再跟你们讲第8个征兆，这个征兆跟第7个有关系。你们是不是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在回应你们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想着某个人，他就打电话来了，你们需要什么东西，他就突然出现了。你们心里头想着一件事，过几天就真的发生了。你们想想看，这种巧合是不是越来越多，多到你们都觉得不是巧合了，而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在安排一样。这就是第8个征兆，你们的意识开始影响现实了。佛法里头讲一念三千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们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在法界里头产生反应，你们起一个善念就会感召善缘，起一个恶念就会感召恶缘，只不过平常的时候这个反应很慢，你们察觉不到，可是到了最后一世，这个反应变快了，你们能看到了，你们心里头想着谁，谁就出现，你们需要什么，什么就来。这不是迷信，不是神通，是因为你们的心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，你们的念头越来越有力量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们快要从这个幻象的世界里醒过来了，快要回到真实的世界了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心想事成不是梦想，是常态。我再跟你们讲第9个征兆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你们是不是越来越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了？从前你们看新闻，看到灾难，看到人受苦，心里头也难过，但那是同情，是可怜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们看到别人痛苦，自己心里头也会跟着痛，就好像那苦是你们自己在受一样。你们看到街上的乞丐，会忍不住想帮他，听说谁家有难，会忍不住想捐点钱，甚至看到小动物受伤，都会心疼得不得了。这不是圣母心，不是多管闲事，是你们的慈悲心起来了。什么叫慈悲？不是同情，不是可怜，是真正感受到别人的苦，把别人的苦当成自己的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们知道了一个真相，众生本是一体的。佛法里头讲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体，你我他都不过是这个生命体的一部分，就像你们身体里的细胞一样。你的左手受伤了，右手会不会疼？会疼，因为都是一个身体。现在你们也是一样，你们开始感觉到别人的痛就是你的痛，别人的苦就是你的苦，所以你们会越来越慈悲，越来越愿意帮助别人，不是为了积功德，不是为了求回报，就是自然而然的想帮，因为帮别人就是帮自己，救别人就是救自己。我给你们讲一个真事，你们听听。有一位老先生姓陈，今年75岁了，
这位陈老先生啊，从小就常常做一个梦，梦里他穿着长袍，留着长发，在一个很大的庭院里走来走去。那庭院有假山，有池塘，有一排排的房子，房子里头摆着太师椅，墙上挂着字画。这个梦他做了几十年，从小时候做到现在，梦里的场景从来没变过，清楚的跟真的一样。前几年陈老先生退休了，儿女都成家了，他闲得没事，就跟老伴去江南旅游。有一天他们走到一个古镇，老先生突然就站住了，脸色都变了。老伴问他怎么了，他说这地方我来过。老伴说你胡说什么，你从来没来过江南。老先生不说话，往前走，走到一个老宅子门口，他抬头一看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那宅子跟他梦里的一模一样。他走进去，导游在前面讲解，说这是明代一个秀才的宅子，秀才姓什么叫什么。老先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他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，在里头走来走去，走到书房，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字，突然就开口背起来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不对，不是这首，他背的是另一首很生僻的诗，导游都没听过。导游很奇怪，问他您怎么知道这首诗？老先生也说不上来，他说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后来导游查了查，发现那首诗确实存在，是明代一位秀才写的，很少有人知道。导游问老先生，您是学古文的吗？研究明代诗词吗？老先生摇摇头说，我这辈子只读到初中，哪里会什么古文。从那以后，老先生就变了，他开始相信轮回，相信前世今生。他说，我前世可能就是那个秀才，在那个宅子里住过，所以我这辈子一直梦见那个地方，一看到就认得出来。更奇怪的是，从那次以后，老先生特别愿意帮助别人。他以前也是个好人，但没有现在这么热心。现在他天天去社区做义工，帮那些孤寡老人买菜做饭，陪他们聊天。有人问他，陈老，您图什么啊？这么辛苦。他说，我不图什么，就是觉得应该帮，看到他们孤单，我心里头难受，帮了他们，我自己也舒服。还有啊，老先生现在特别容易感应到事情。有一次他半夜突然醒来，跟老伴说，咱们女儿出事了。老伴说，你胡说，女儿好好的。结果第二天女儿打电话来说，昨晚车子在高速上爆胎了，差点出大事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这位陈老先生身上就有我刚才讲的3个征兆。第一，他有前世的记忆，那个梦不是普通的梦，是他前世的记忆在这一世浮现出来，所以他一看到那个宅子就认得出来，还能背出那首诗。第二，他越来越有感应，他能感觉到女儿出事，能预知一些事情，这就是我说的世界在回应你。他的心跟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。第三，他的慈悲心起来了，他不再只顾自己和家人，他开始关心那些孤寡老人，把他们的苦当成自己的苦，这就是众生一体的觉悟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？去了某个地方，突然觉得很熟悉，想着某个人，他就出现了。看到别人受苦，自己心里头也跟着难受，这些都不是偶然，都是征兆，都是你们快要毕业的标志。你们要晓得，这最后3个征兆比前面6个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说明你们不仅看破了这个世界，还开始连接到更大的真相了。前世的记忆浮现，说明你们的意识在扩展，不再局限在这一世了。世界的回应越来越快，说明你们的心力在增强。
快要掌握心想事成的力量了。慈悲心的觉醒，说明你们开始体会到众生一体的真相，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孤立的个体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解脱，不是逃离这个世界，不是什么都不管，而是看清真相，连接真相，活在真相里。好了，9个征兆我都讲完了，你们对照，你们符合几条？如果符合3条以上，你们就要注意了。如果符合5条以上，基本上就确定了。如果9条全符合，那恭喜你们，你们这一世确实是最后一世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就这么等着吗？当然不是。我告诉你们，知道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你们现在知道了，就要开始准备了。怎么准备？我现在一样一样讲给你们听，你们记好了。第一件事，持戒修福。什么叫持戒？就是守规矩，不造新业。佛门有5戒，你们要晓得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杀生。就是不要杀害生命，蚊子苍蝇能不打就不打。买菜的时候不要买活的鱼虾让人家现杀，更不要为了口腹之欲去吃什么野味。你们这个年纪了，吃素最好吃不了全素，至少初一15吃素，至少不要主动杀生，不偷盗。这个简单，不是你的东西不要拿，哪怕是一根针一根线，不是你的就不能拿。占小便宜也是偷，贪小利也是盗。不邪淫，你们这个年纪这条基本上不用担心了，但是也要注意，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不要起那些不好的念头，不妄语，就是不说假话。你们这辈子说了多少假话？现在要改了，能说真话就说真话，说不了真话就不说。不要骗人，不要两舌挑拨，不要恶口骂人，不要绮语说那些下流的话，不饮酒。这个你们能做到就做，做不到就少喝点。但是你们要记住，酒能乱性，喝多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所以能戒最好。这5条你们守住了，就不会再造新业了。你们这一世快结束了，千万不要在最后关头再添心脏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第2件事，念佛回向。佛法讲得很清楚，念佛是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保险的法门。你们不用学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不用打坐参禅，就是老老实实念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。怎么念？早上起来念，晚上睡觉前念，每天至少念108遍。你们可以买串佛珠，一颗一颗的树塔，念完一圈正好108遍。念的时候要专心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嘴里念，心里也要念，耳朵还要听自己念，念一句听一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念完以后要回向。什么叫回向？就是把你念佛的功德送给别人。你们说，我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，愿他们平安健康；回向给我的冤亲债主，愿他们离苦得乐；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他们都能往生净土。这个很重要，你们不要只为自己念，要为所有人念。你们的功德不会因为分给别人就少了，恰恰相反，你们分得越多，功德越大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像你们点一支蜡烛去点亮别人的蜡烛，你们的蜡烛会灭吗？不会，反而整个房间都亮了。第3件事，放下执着。我知道你们放不下，放不下儿女，放不下财产，放不下这个，放不下那个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必须放下，不放下你们走不了。怎么放下？不是说你们不管了，不是说你们冷漠了，是说你们心里头不挂念了。儿女的事该帮还帮，但是帮完就放下，不要天天惦记着，他们有他们的命，你们操心也没用。你们把该给的给了，
该说的说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己了。财产的事你们想清楚，这些东西带得走吗？带不走。既然带不走，你们还争什么？趁着还活着，该分就分了，该捐就捐了，不要留着让儿女将来为这个打官司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这些身外之物，你们看淡点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够用就行。你们这一世快结束了，还要那么多干什么？第4件事，广结善缘。你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要多做好事，多积功德。怎么做？去社区做义工，帮那些孤寡老人买买菜，陪他们聊聊天。你们自己也是老人，最懂得老人的孤单。看到乞丐，给他几块钱，不要管他是真乞丐还是假乞丐，你们的心是真的就行了。听说哪里有灾难，捐点钱，哪怕只是10块20块，也是一份心意。遇到别人有困难，能帮就帮一把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能帮一个是一个。还有啊，把这些道理告诉别人，你们的亲戚朋友，你们的老伙伴，他们可能也有这些征兆，只是不知道。你们把我讲的这些告诉他们，让他们也明白，这就是最大的功德。第5件事，准备往生，你们心里头要清楚，这一世圆满就好，不要再求下一世了。下一世如果还在人间，还要再受这些苦，何必呢？你们要发愿，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意跟阿弥陀佛回家，那里没有苦，只有乐，那里不用再轮回，不用再受这些罪。每天念佛的时候，你们心里头就想着西方极乐世界，想着阿弥陀佛，想着自己将来要去那里。这个愿力很重要，有愿力才有动力，有动力才走得成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我跟你们说一天的功课。早上起来先洗漱，然后念佛。如果家里有佛像，就对着佛像拜3拜，拜不动就合掌问讯，念108遍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完回向，然后吃早饭。白天的时候少说话，多念佛。你们散步的时候念，坐着休息的时候念，做家务的时候也念，心里头有佛号，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念头。待人要和善，不要跟人争执。儿女说你几句，你就听着，不要顶嘴。老伴唠叨几句，你就笑笑，不要生气。你们这一世快结束了，何必为了这些小事起烦恼呢？晚上睡觉前再念1遍佛号，回向功德，然后反省一下今天有没有做错什么，有没有说错什么，有没有起什么恶念。有的话就忏悔，跟佛说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每天这么做，日子久了，你们心里头就清净了，就平静了。我再跟你们说几个常见的误区，你们别犯。第一个误区，以为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世了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就消极等死了。这不对，你们该吃还吃，该睡还睡，该照顾家人还照顾家人，只是心里头不执着了，不挂念了，这叫活在当下，不叫消极等死。第二个误区，以为自己快毕业了，就不用对家人好了，就可以不管他们了。这更不对，你们越是快走了，越要对家人好，越要把该做的事做好，该尽的责任尽好，不要给儿女留遗憾，不要让他们将来后悔。第三个误区，以为这些是迷信，是封建思想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宇宙的规律，是生命的真相。你们信不信都在，你们做不做都管用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你们千万不要跟人炫耀，说自己是最后一世了，快要毕业了。这个要默默地放在心里，默默地做，不要张扬。为什么？
因为一张扬，你们的我慢心就起来了，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，这就错了。真正快要毕业的人是最谦卑的，最低调的，你们就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念佛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想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教的我都教了，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不住就多看几遍，多听几遍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，就是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，你们照着做，保准没错。好了，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话就差不多了。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我在最后啰嗦一遍，你们听好了。这一世是不是你们的最后一世？有9个征兆：欲望自然淡了，不跟人计较了，对死亡不恐惧了，对自己的身份不执着了，看破了这世界的虚假，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，常常梦见熟悉的地方，想着谁就来了，越来越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，越来越愿意帮助别人。你们对照，符合3条以上就要注意了，符合5条以上基本确定了，符合的越多，越说明你们快毕业了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5件事记住了，持5戒，不造新业，每天念佛至少108遍，放下对儿女财产的执着，多做好事，多积功德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些话我都讲清楚了，你们照着做就行了。现在我要跟你们讲最后一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诸位要记住，最好的风水是什么？不是房子朝向，不是祖坟位置，是人心。你们的心正了善了，一切都顺了。最大的改命是什么？不是找人算卦，不是改名字，是改念头。你们的念头变了，命就变了。你们现在明白了这些道理，知道了自己是最后一世，这是天大的福报。可是你们想想看，你们身边那些老伙伴，那些亲戚朋友，他们知道吗？他们可能也有这些征兆，只是不懂，还在那里糊里糊涂过日子，还在为那些假的东西烦恼。你们能不能帮帮他们？能不能把我今天讲的这些告诉他们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，不是凑热闹，是在救命。他们看了明白了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这一世就能圆满了。你们一句提醒，可能让他们少走多少弯路，少受多少苦。这叫什么？这叫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们帮别人觉醒，自己的功德也在增长。佛法讲自觉觉他，你们自己觉悟了，也要帮别人觉悟，这才是真的慈悲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你们的一个转发能让10个人明白，这10个人再转发又能让100个人明白，这100个人、1000个人、10000个人都因为你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知道了这个真相，开始准备往生，这个功德有多大？所以我请你们，如果你们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对你们有帮助，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更重要的是，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朋友，转发给你们的老伙伴，让他们也看看，也对照。你们的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，这个福报比你们烧多少香磨多少头都大。还有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感悟，留下你们的善言，你们可以说说自己符合几条，可以说说自己的体会，也可以就留一句话：愿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或者愿往生净土，不再轮回。你们要晓得，文字是有力量的，念头是有能量的。你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善念，都是一个祝福。当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这里写下善言，都在这里发善念，这个能量场有多大，
不可思议啊！这些善念会回向到你们自己身上，回向到你们的家人身上，回向到看到这些文字的每一个人身上。这就是共修的力量，这就是集体发愿的力量。最后我祝愿你们，祝愿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都能圆满这一世，都能往生净土，都能不再轮回，都能回到真正的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